他只是来地心出个差，却碰到了这里最可怕的怪物李子龙。What the hell？ 他是哥斯拉电影宇宙最惨的工具人 Ego， 曾经当过几天的美国队长，但当得最久的还是最深情的舔狗。他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好朋友相拥在一起，自己只能躲在车底。如今他来到了地心世界，本想着拯救自己的爱人，结果队员全灭，只剩下他一个人。就这样，他一个人撑到了第15天，终于弹尽粮绝。没有办法 ，Ego 只能走入这片禁忌的森林，玩起了荒野求生。但他的求生意志并不强，甚至还给自己挖了坑，想着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这样一了百了。就当他快要放弃的时候，狗血的意外发生了。Ego 的对讲机里面传来了声音，那是来自未来的信号。I don't even know what we just did to you. 没错，那是在地面上打开通道，想要寻找哥斯拉的老年 Ego 和铃木博士。此时还不知道真相的年轻 Ego 以为自己联系上了总部，赶紧拿起了对讲机。This is Major Leland Lafayette Shaw III. My crew is dead. 地面上的 Ego 懵了，为什么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竟然说他是他自己？而铃木博士猜测这是引力扭曲了时空，所以他们联系上了1962年的Ego。That was 1962. As you discovered yourself, time is relative in there. 但老年的Ego却好像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事儿，显然这是剧本的 bug， 我们只能装傻了。老Ego也在装傻，他不能告诉年轻的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能伪装成了控制中心的人，想要跨越时空帮助年轻的自己。为了稳定通讯，铃木只能重启了设备。Ego 终于联系到了过去的自己，不断地问着对方现场的情况。Have you observed any Muto activity? Besides the activity that killed my entire crew, centipede, size of subway cars, Right. And how about Godzilla? Godzilla? Sorry, no. 他口中的木头就是巨型不明陆地生物的缩写，也就是哥斯拉1中的这个家伙。找不到哥斯拉，那就找泰坦 X， 因为在第1集里面Ego见过泰坦 X 冲出巢穴的位置，所以他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于是老Ego忽悠小Ego回到舱体里。当Ego回到球形舱内，按照铃木博士的指示开始拆卸舱体上的追踪器，但他有一些好奇，为什么要给一个泰坦装上跟踪器？老Ego只能 PUA 年轻时候的自己。This whole mission was a risk, and it's what we expect you to do, soldier. Okay. Understood. Defense and discovery. 小Ego就吃下了这碗鸡汤，他准备带着设备前往泰坦 X 的巢穴。走着走着，小Ego的怀疑开始加重，自己认识控制中心的所有人，但对方却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且自己竟然觉得对方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老Ego只能说自己是新来的，用军衔压制他，顺便跟小Ego瞎聊了起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走着走着，小Ego发现了树林里地面泛着奇怪的光芒，正当他疑惑的时候，老Ego却叫他赶紧跑。 Run! Run now! 没错，那正是李子龙。李子龙不断的输出，小Ego好不容易逃过了一劫，但他摔倒在了地上，脸颊也被划伤，而老Ego的脸上也有着一道疤，这说明小Ego正在经历老Ego当年经历过的一切。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老Ego会如此震惊呢？躲过了李子龙之后，Ego继续前行，在一处溪流旁，他发现了一个简陋的营地。小Ego不知道那是谁，但老Ego知道那是惠子的藏身处，所以他警告小Ego不要靠近。 Major. This is a direct order. Oh my You step God. away from that camp and stay on this mission. 但小Ego还是发现了惠子留下的设备。 Okay, go. 找到了爱人的线索，他心急如焚，大声地呼喊着爱人的名字，因为他参与这次地形行动的目的就是来寻找失踪的惠子。为了制止年轻的自己，老Ego只能坦白了一切，他并不是什么控制中心的人。 Oh my God, you do sound like me. Say that again, Lee. What? Now, say that again. 小Ego这才意识到，对面就是未来的自己，现在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小Ego感觉自己要疯了，如果对面的人就是自己，那为什么自己却要阻止自己？老Ego也犹豫了，但是如果小Ego现在就和惠子接触，很有可能改变过去，这么一来，惠子未来的生死就不再确定了。铃木博士劝老Ego冷静下来，老Ego也劝小Ego不要冲动。小Ego看着远处的惠子，根本忍不住啊，他只想跑过去和爱人重逢。老Ego只能不停地说服过去的自己，兄弟啊，剧本已经写好了，你不要瞎改啊。 To save her.
Do nothing, Lee. Just watch. 就这样，哥斯拉电影宇宙第一深情舔狗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劝阻。这不仅仅是小 Ego 的放弃，更是老 Ego 的放手。因为作为观众，我们是知道的，当小 Ego 回到地面以后，就会被帝王组织直接关进养老院，一直等到头发花白了才逃出来。这一段还是挺感人的。可以说 Ego 是帝王计划2个季度以来塑造最好的角色，除了审美有些独特以外，其他的塑造都很不错，坚毅、勇敢、理智，典型的美国良家子，不愧是塔克队长啊！但小 Ego 还不知道老 Ego 给自己挖了多深的坑，他听从了未来的指引，继续前进。但李子龙又发现了 Ego 只能狂奔。What the hell? Oh my god. Ego 运气不好，大蜈蚣也加入了战局。Ego 心里，我要是超级士兵，我还会怕你们？还好，李子龙干掉了蜈蚣，Ego 逃过了一劫。很快，小 Ego 来到了泰坦 X 的面前，老 Ego 叫他不要慌，泰坦 X 还在沉睡中，尽管砸，不要怕。小 Ego 果然不怕死，80就开始砸岩壁。砸开以后，果然看到了泰坦 X 深蓝色的触手。Alright, I see the skin. 接着就把跟踪设备强行植入了泰坦 X 的触手里。没多久，铃木博士就收到了信号。There it is. We got a signal. We got it. We're good. Mission. Hey, come. Oh shit. Yeah, but be careful. Yeah. No. It's coming out. Oh shit. Oh. Oh. 但这下也把泰坦 X 给惊醒了，他开始挥动触手，小 Ego 赶紧跑路，老 Ego 就叫他返回球形舱，到时候李子龙会在附近开启通道，小 Ego 就会回到现实世界，然后被关进养老院。视角回到了现在的老 Ego 身上，既然已经锁定了泰坦 X 的位置，他就决定亲自前往了结这一切。但是这一次他拒绝了铃木博士同行的请求，因为Ego知道此行有去无回，他不希望再有人因此牺牲了。You're worried this 100-year-old relic might not make it back. You think you might not make it back. Goodbye, old friend.